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仅用一个转身，替她守住了体面诚意10年低谷中的尊严时刻与内娱罕见的善意样本。在娱乐圈，红是一种资格，被尊重却从来不是标配。很多时候，一个演员有没有体面，不取决于他演了多少戏，而取决于他背后站着谁。而程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都没站在他身后。2016年，程毅参演《青云志》，饰演林惊羽。放在今天，这个名字足以让粉丝剪出10个高然混剪。可在当年，他只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流量、没有姓名权的新人。剧组的生态很现实，谁咖位大，谁站中间，谁没价值，谁就被空气化。杀青晚会那天，聚光灯毫不意外地落在女主赵丽颖身上，她站在中心，所有流程、站位、镜头都为她服务。而站在一旁的程毅，像是误闯现场的临时演员，拘谨、紧张，连呼吸都显得多余。业内人士后来分析过一句话，非常扎心但真实。在内娱，一个演员在早期被忽视久了，会下意识地学会缩小自己。双引号，那时候的程毅就是这样。程毅遭遇的并不只是冷漠，他曾在试戏时获得导演高度认可，所有准备都已完成，却在临门一脚被突然换角。当他去询问原因，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句：对方比你更有价值。双引号，甚至有人当面断言，他这辈子都不会红。这不是戏剧冲突，这是行业日常。表演老师李某在采访中直言，内娱对新人从来不是你行不行，而是你值不值。双引号，程毅那时显然不在值得的名单里。后来他上综艺，第一次参加节目，因为不熟悉规则，被金靖当面嫌弃。那一刻，他不是被调侃，而是被否定存在感。在后来流离收官活动成为他职业生涯最黑暗的节点之一。当时赵丽颖在台上因告别角色落泪，而程毅没有第一时间上前安慰。结果呢？8个热搜，职场霸凌孤立女主人品有问题。没有公司出面澄清，没有团队反击，只有8个月的网络暴力。心理学专家指出，长期被误解却无法反驳的人，会发展出高度自我压抑型人格。双引号，程毅开始沉默、谨慎、退后。他不是没话说，而是不敢说。然后赵丽颖出现了，不是高调的保护，不是公开的力挺，只是一个下意识的转身。舞台上，程毅站位尴尬，他轻轻侧身，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中心位置让给他。切蛋糕环节，礼仪小姐漏掉了程毅的餐刀，她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那一刻，赵丽颖靠近他，示意共用一把刀。没有台词，没有镜头抢拍，却替一个被忽略太久的人保住了体面。业内评论人一针见血，真正的教养是在别人最狼狈的时候，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狼狈。双引号，类似的场景还在重演。在长安诺开机仪式上，程毅明明是男主，却因为没有资本背景，被遗漏开工红包。其他演员人手一个，唯独他没有。他以为是疏忽，直到伸手询问，被彻底无视。那不是粗心，是选择性忽略。赵丽颖不是天生站在中心的人，她也曾被剧组丢在荒山野岭，也曾因为没有背景，在综艺里险些出意外。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没人撑腰意味着什么。正因为经历过，她才知道，在那种时刻，哪怕一点点善意，都足以救命。后来，两人在1年级重逢。程毅毫不犹豫地给了赵丽颖一个拥抱，不是讨好，
不是表演，是记得。他问他坚持走下去的秘诀。赵丽颖的回答朴素却锋利：要热爱表演，要有创造力，要有你想追的东西。双引号。这句话被程毅记了很多年。前不久，在《你好星期六》上，主持人何炅提问湖南卫视播过的古装剧，程毅举手打断，自信说出花千骨。那一刻，他不再小心翼翼。观众突然意识到，那个被骂不自信的人，其实只是被消耗太久了。影视评论人总结，赵丽颖的价值不只是业务能力，而是她在行业里极少见的共情力。双引号。网友评论更直白，她不是给资源，是给尊严。双引号。程毅记她一辈子，我一点不意外。双引号。内娱要是多几个赵丽颖，很多演员不会被毁掉。双引号。在很多观众眼里，那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舞台细节。可在行业里待得够久的人都明白，有些顺手之举其实比资源更珍贵。娱乐产业研究学者指出，在高度等级化的行业里，弱势者最怕的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被当众确认你不重要。双引号。赵丽颖当时的举动，恰恰是在公开场合否定了这种确认。她没有说话，却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个人不该被忽略。对程毅而言，那不是被照顾，而是被承认。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关键他人效应，意思是在个体极度脆弱或自我否定的阶段出现的支持者，会被长期内化为心理支点。临床心理咨询师分析程毅的变化时提到，他并不是突然变得自信，而是在确认我不是孤立无援之后，才敢慢慢回到正常状态。双引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程毅在不同场合多次自然流露出对赵丽颖的尊重与亲近，却从不刻意营销。不是人情，是烙印。在娱乐圈，善意通常是向上流动的，讨好前辈、结交资本、站队强者都是显学。但赵丽颖的善意是向下的，业内制片人评价得非常直接。他不是不知道那样做会不会被解读、被放大，但他还是做了。双引号。因为他记得自己曾经站在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和赵丽颖合作过的演员，无论后来咖位如何变化，提到他时总会用到同一个词：安心。回看程毅后来的选择，会发现他几乎刻意回避一切捷径。不急着上高曝光综艺，不主动炒 CP， 对私生活极度克制，接戏标准稳定，不盲目逐热。影视评论人指出，这是典型的被现实教会边界感的演员。双引号。而这种边界感，恰恰来自早年被过度消耗却无人兜底的经历。赵丽颖没有替他改变世界，但让他知道世界不全是恶意。这段故事被反复传播后，评论区出现了大量高度一致的声音。我不是粉程毅，但我懂那种被忽略的感觉。双引号。赵丽颖那一下真的太有分寸了。双引号。不是所有善良都要喊出来，他这种最难得。双引号。难怪程毅后来对前辈一直很尊重，他是真的记恩。双引号。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职场共情的投射。太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曾是那个被遗漏、被忽视、被默认不重要的人，于是他们在程毅身上看到了自己，在赵丽颖身上看到了希望。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当年没有那一次被看见，程毅或许依然会走到今天，只是会更冷、更封闭、更不相信人。娱乐圈不缺成功案例，缺的是不扭曲人的成功案例。而赵丽颖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一件事：你不必踩着别人才能站稳。
结语：真诚终会遇见真诚。娱乐圈从不缺光鲜故事，缺的是人在低谷时的那一次回头。赵丽颖的一个转身，不是改变命运的魔法，却让程毅知道，原来我也值得被尊重。在这个习惯踩人的名利场里，这种善意稀有到近乎奢侈，但正是它让人愿意继续相信，真诚的人终究会等到回应。